据说这把看过天玑9300 Plus 的朋友们集体全都变成老乡人了，复杂浓烈的情绪一时分不清惊喜还是错愕，总之眼神突然清澈，真有那么香甜醇厚吗？都给我说个，不是给我整好奇了。 Redmi K 系列赛季收官之作 K70 至尊版来都来了，铁子们趁着余温尚存凑合整一口。虽然不知道为什么，但这玩意好像都是从性能开始，所以继续入乡随俗。天玑9300 Plus 同骁龙是差不多的路数，相较标准版 X4 大核提升约 4.6%， 变成了和8 Gen 3领先版一样的 3.4G 赫兹，400个06中单独压满，性能看起来确实也都差不多。GFX 奔驰中 GPU 同样如此，只是毕竟高达 1.3G 赫兹的主频摆在这儿，常见游戏所使用的 OpenGL 下会更强一些。总体相信有同学已经看出来了，9300 Plus 性能很强，但依然并不适宜地板油，能否发挥潜力取决于拥有充分散热配套的前提下，通过合理的调教找到甜点位置。这个半池单核同8 Gen 3级领先版处在相同范畴，多核基本无敌，4颗 X4 加4颗 A720 也不是闹着玩的，安兔兔逼近232万，符合预期。稍显意外的是 2R 10分钟压缩，库嚓一下比想象中强了很多。某种程度来说，这也就预示着除游戏外，日常应用中需要性能的时候也能掏得出来。3 2烤机单轮成绩非常的猛，平均怼到了 14.52帧，比红魔 9S 的 13.74 还高了 5.7%， 几乎可以说是代际最强战力。不过有趣的是，明显告别了之前硬顶生怼式狂暴的做派，20分钟轮完相对单轮下降 27%， 全程平均 10.6帧。大概2点关注：第一，平均帧率来算，参考小米14 Ultra 的8 Gen 3，会发现此处两者效果其实如出一辙，但得益于天玑多核性能以及有点变态的 GPU， K70 至尊版 CPU 部分的平均规范化使用率只有 2.2%， 比8 Gen 3低了 46%， 最终平均功耗不到 8.2 瓦，低了 4.3%。尽管天玑锁掉了 GPU 的使用及核心温度等相关信息，但依然不难看出9300 Plus 只要不压爆，给到适合调教，尤其是偏向吃 GPU 的场景，大概率会有不错的表现。第二，得益于理性回归，表面看起来散热也十分给力，最终周身平均只有 42.3摄氏度，关键热量几乎均匀分布到了整个机身，尤其对于错屏幕打游戏至关重要的正面板部分，本环节并没有出现因为摊不开而显著更热的迹象。游戏补帧王者荣耀当中，不论设置为120帧还是90帧，开启智能插帧皆是72帧补到144，原神与星铁只在60帧设置下生效，同为3倍补帧，正常情况为48补到144，热量起来后过热会自动切换为40帧补到120，补帧仍会一定程度影响触控手感，其中3倍补帧要比2倍时迟滞感更强一些。不过好在总体而言都算不上太明显，在可接受范畴。画质方面虽然截图不可见，但同样有所影响，只得于补帧似乎自带了锐化，除非肉眼贴近观瞧，否则不易察觉。至于超级画质并没有提升渲染分辨率的功效，基本属于是进一步的全局锐化。至于原神的 120P 1.5K 点对点渲染，还是需要到 GPU 设置的自定义当中单独开启。32度半小时最高画质王者，原生120帧满帧呈现，1楼也达到了100帧，平均4瓦左右的功耗与小米14或者 K70 Pro 等机型最初的表现较为相似。如果参考目前一般主流8 Gen 3机型的 4.2 到 4.6 瓦，显然算是低的了，但要相较首发时的8 Gen 3或者红魔的领先版，则略高 0.5 瓦。带上平均 42.5 摄氏度的周身温度，总体表现我觉着算是处在上游区间。开启补帧144，这个效果就比较猛了，平均帧率依然满帧的前提下，规范化 CPU 平均使用率暴降约 38.7%， 整机平均功耗下降 0.5 瓦，约 13.2%， 周身平均温度也下降了 2.58 摄氏度，直接击穿40，效果不俗。毕竟红魔内置风扇加持也得41嘛。倘若对手感要求没那么极致，但格外在意温度的话，值得考虑一下这个补帧模式。30度最高画质原神，首先最直观的一点就是由来已久的微小卡顿得到解决，以往那种跑动起来始终一耸一耸的顿挫现象没有了，非常丝滑。平均帧渲染时长由以往的起码20毫秒左右下降到了17毫秒，来到正常范围。原生60帧黄色的这根，尽管末尾帧率仍然略有下降，但平均 5.4 瓦即砍下 58.9帧，放眼本代际，恐怕一般的8 Gen 3旗舰都很难说能够比拟。毕竟同等输出下，磕磕绊绊，外带后半段直接全扔，平均勉强混个50帧都算超常发挥了。更不用提除了1楼 K70 至尊版，其他数值甚至有点堪比纯游戏手机。关键这里如果粗略计算整机效能的话，其实已经基本战平了红魔 9S Pro Plus， 你就说可以不可以吧？此时回过头再看，几乎恰好卡在本环节8 Gen 3平均线左右的45摄氏度机身温度，好像都得定义为眉清目秀了。864P 加补帧144，橙色的这根差不多是对半，前半程144帧，后半段温度起来后变为120，整机平均不到 5.1 瓦，周身最热点平均温度
度 43.3， 相比原生6帧下降 1.7摄氏度。只是此处个人觉得除了炫技，好像没有十分的必要补到144帧吧。后续能够提供直接120帧选项的话，应该会是个不错的甜点模式。 1.5K 渲染叠加144，蓝色的这根硬扛了20分钟，随后陷入失效，直接变成了30帧。尽管缓了一会儿，看起来还能变回去，但不得不说30摄氏度环境下这个组合确实还是有点太难顶了。半小时最高画质星铁，是不是看到这个帧率曲线心头一紧？别着急，我们先回忆一下，本环节目前最好成绩是红魔 9S Pro Plus 的 55.7帧，用了8瓦；第二是三星 S24 Ultra 的 46.6帧，用了7.3瓦。而其他常规8帧3旗舰6瓦出头，通常到不了40帧。那么说 K70 至尊版6.5瓦的平均44.7帧，算是可以的了，没毛病吧？然后你会发现一个问题，这哥们其实开头的几分钟非常平顺，只是热量起来后锁35帧，拉低了均值。那这样的话，假如我们给它怼上散热器，会发生什么呢？小米冰封散热背夹，朋友们应该还有印象吧？这玩意当初测的时候，最高档位平均功率大致22瓦，25摄氏度环境下冷面最冷点能够达到0度。带上这个还是30摄氏度室温，参考装上红魔散热器5 Pro 双扇叠加状态的红魔 9S Pro Plus 坐稳符号。此刻你看到的才是天玑9300 Plus 的真正实力，人间奇景。Redmi K70 至尊版原地给了红魔 9S Pro Plus 一个大逼斗，你敢相信？平均8瓦砍下 57.5帧，总体平稳程度肉眼可见的优于红魔，温度就更尴尬了。一致红魔散热器5 Pro 平均功率大致25瓦，冷面最冷点能怼到零下5度，加上开到最高档位的内置风扇，结果周身温度几乎被干平了。作为本单机安卓顶尖战力的小红，不说颜面扫地吧，此刻也绝对是心情复杂的无以言表。回到 K70 至尊版，一如前文，天玑9300 Plus 某些情况下，比如星铁当中，的确能够展现出非凡的实力，甚至散热到位根本不知道怂字怎么写，效能相近的前提下表现更佳，价值不错的双芯插帧效果，我觉得对于 K70 至尊版这样一个定位的机型来说，绝对值回票价。不过当然，就像星铁的144补帧结果，尤其30摄氏度环境，如果就是想要画直线，建议顺便整个散热器带回家，比如这个小米散热器5 Pro 是吧？这玩意现在连上之后，无需单独 APP， 澎湃 OS 可以直接在系统设置中进行调整，契合度还是挺高的。其余方面简单过一下 Redmi K70 至尊版上手，身形、大小、重量、手感总体相较 Pro 版粗概评价并无显著区别。技术机身与玻璃背板营造旗舰质感，衔接过渡细致，没有明显的呲牙咧嘴粗糙之处。最大变化也就是这个主色模组了，不同于 Pro 的双曲，至尊版边缘整体 2.5D 弧边多了几分自然莹润，只尽管突出不算多，位置足够的靠上，横屏握持也不挡手，但能做成精炼的双摄，非要刻意如此复杂，坦率讲有些浮夸。对于至尊版而言，个人还是觉得简约点，适当偏向实用主义未尝不可，不然你说下回咋整？总不能放6个方块，或者也变成奥利奥吧？宛若 Windows 限定的颜值，见仁见智，圆圈变方块，触键可能有点不适应，总感觉像按键。不过据我观察，习惯之后就好了，毕竟秩序感还是很强的。不知道朋友们觉得如何？你愿意为 K70 至尊版这个设计打多少分呢？欢迎弹幕留言参与互动。屏幕黑边尤其下部这块进一步收窄，观感妥妥的旗舰级呈现。就算掏出小米14 Ultra， 视觉上也并不逊色，指纹识别依旧偏下，震动延续前作。接口 USB 2.0， 外放效果，听筒这边单元可能是换成1014了，底部仍为1216，总体听感变化不明显，和 K70 Pro 是差不多的。屏幕方面，细屏光谱反射一般，和华为 Pro 70 Ultra 颇有几分神似，光线之下看起来没那么黑，会有点泛白。不过好消息是，哥们的亮屏观感非常不错，没有任何显著的奇怪情况，清晰锐利通透，可视角度也可圈可点，颇有些越级的味道。全屏手动平均最大亮度 574.9 尼特，激发 1129.4， 开启阳光模式，手动将达到 837.3 尼特。2点关注，首先这块屏幕亮度控制表现不俗 ，SDR 窗口与全屏几乎保持一致，并不会因为是窗口而受到影响。同时均量妥妥的小米14 Ultra 级呈现 ，Redmi历代最强，比肩 iPhone 15 Pro Max。然后是 HDR 亮度炸裂，10%窗口手动1950，逼近2000，激发则原地起飞，来到惊人的3767尼特。同条件下，毫无疑问是咱们测试过的最亮机型，没有之一。虽然因为难免货存烧屏风险，不推荐这么用，但是该说不说，10%窗口就能有这样的表现，确实具有了提供一定实际意义的能力，而非市面常见的扯犊子刷分。
暗光灰机看起来相对也是比较均匀，调光频闪高亮120赫兹类 DC，SOM 非常低，低亮3840赫兹超高频，湿逆特下 SOM 不到 0.5， 表现同样可以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此时单论感知占空比，其实与高亮时的类 DC 或者小米14的模拟 DC 都几乎是一致的。就算要扯波动深度，3840赫兹下已然免减，所以可能某种意义上讲 K70 至尊版的效果说接近于等效全程类 DC 好像也不是不可以。不过当然保健治疗功效是没有的哈，单纯护眼。蓝光方面，波峰460纳米，总体表现与小米14相似。色彩方面没啥可说的，自从换成了 CI-2015， 甭管小米还是红米，数值上现在全家都差不多。触控采样，实测系统 UI 下平均136赫兹，游戏中默认平均241。开启素心感测的话，比如王者或者和平精英等游戏，采样率会来到平均479赫兹。一如画面所见，线条上的小圆圈明显比不开的时候要密集的多，是吧？只是这个超哥跟手暂且好像区别不是特别明显。此外，毕竟支持 IP68， 湿手触控我也简单试了试，可以说只要不是满屏幕全是水，或者干脆就是在水下的话，正常失手没有问题。影像方面，核心变化是主摄从 M4800 换成了 M4906。由于手头机器早已被我出了个溜干净，整个小米14 Ultra 光一顿比的话，又显然不合适，所以这部分就留到后续有机会再探讨了。当然，我也随手拍了几张，可以先简单感受下。光线充沛时，效果看起来还是挺好的，虽然也有一定程度锐化，但比之前是少太多了，整体明显更加自然。一大特色是格外强调宽容度，阴影和中间调都抬得比较高，以至于令人觉得在显示器上看好像有点对比度偏低的感觉。手动拉回似乎质感好些，不知道朋友们更喜欢哪种风格呢？夜间弱光情况相似，不过晚上嘛，能拍上总比拍不到强，我觉着不犯毛病。续航方面 ，K70 至尊版升级了5500毫安时电池，个人觉着还是挺抗使的，只要不是开了狂暴模式，忘记关闭就行。120瓦快充，头5分钟约等于小米14 Pro 比 K70 Pro 更猛，1到100%耗时23分钟，完全充饱大致27分钟，100%电量在5300毫安左右，充饱为5500。总体看下来，不论性能、屏幕、影像还是电池亦或质感，相较前作 K70 至尊版用力都非常猛，升级幅度当真不算小，且全部在能最直观感受到的地方，有种六边形雷达图整体扩大的即视感。其实细琢磨还挺令人舒适的，不知道大家觉得 K70 至尊版如何？是否达到你的预期？欢迎评论留言分享观点。另外，现在很纠结有没有必要拉几个其他同段位型号横向再碰一碰，有兴趣的同学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，咱们看看有多少。OK，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全部内容，感谢收看，我是大手哥，我们下期见。